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刚，我现在在佛山的南海区过来探一家小店，就是街边店。这家店就在这条马路的边上，叫致兴旺美食。看起来这周围都是工厂，全是工厂。这里其实感觉还挺偏的，这周围都停满了车，估计是很远跑过来的。我们小哥来这里占了一张位置，里面看着是空的嘞，干嘛不坐里面？全部都订完了。都订完了？真的假的？空了7、8张台哦。哎，老板。哦，在里面。好。你就拿着它看看吧。老板在炒菜是吧？对。现在可以点菜吗？点菜你自己来写的噻。自己写啊？写啊！因为我们人手不太够啊。哦。这真是太有趣了吧！这个还吃煲仔饭吗？吃一个吧，吃一个。吃黄肾包了吧？排骨辣味可以吧？好。排骨加辣味。排骨辣味。还搞个什么？它基本上都是煲仔饭，你看到没有？都来广东了，不点一个豉汁排骨啊？铁板牛肉来不来个？48，再来个蔬菜，这个特色，咸鱼茄子包。好，点好了。这是我们点的菜，一个主食，一个蒸菜，一个茄子包，还有个铁板牛肉火候菜，给老板下单。这里又加了一桌，看到没有？大肠你们尝不尝我们的大肠啊？或者一个菠萝炒牛肉，我们最多人点的。一个菠萝牛肉，一个炒大肠，就是我们外面的这个推荐的那个，全部我们招牌菜来的。好，那就换菠萝炒牛肉吧。有时候要等1个小时左右啊。哦，好吧，好，你先忙。茶在这里，自助茶啊，看到没？自助的。来了广东，这个都是标配啊。生产这个东西，佛山是很厉害的。好，走。哎，杯子没拿。在这个箱子里面。哦。什么都是自助这里吃饭。我现在广东兼职干服务员。让我想起一首歌，那首歌叫什么？我在广东漂泊10年。他慢是因为他人太少了，厨师就一个。对，还有一个没有提前做配菜，深度备餐，浅度备餐这里是，所以慢就慢在这里。到时候要是你们过来吃饭的话，不要一窝蜂来，你要把他们搞疯。他们就3个人，那个排骨蒸的吗？这个排骨蒸的，你或者这个排骨不要也可以啊。你炒过，最多人点的就菠萝炒牛肉、豉汁炒大肠，这个焖鹅、焖猪手、焖牛腩也最多人点的。我们天天卖好多的，我们就是用这个锅来焖的，用自己的锅。那个排骨换个焖牛腩。排骨要焖牛腩啊。这个茄子包换个炒大肠。就这嘛。可以啊。听你的。除了煲仔饭之外，其他都换完了，都换了。还有可能是他炒不过来，这方便他出菜。一起做。对。我们还算是比较公平的，因为我们坐下来半个小时了，里面这桌靓女这一桌也是坐了半个小时了，都没有上菜。现在整个餐厅上菜的桌子没有超过一半，这个要是说在周边上班的话就完了，就吃完饭迟到了。我去晒会儿太阳算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. 终于上菜了。哎呦，看一下，才40分钟，不是很久。这个是牛腩包啊，说是牛腩，但是里面还有牛筋，放了一坨腐竹。哦，不止，下面全是腐竹垫的。上桌子的时候是开的，就说明刚从包子上面拿下来的。先尝一坨牛肉。先尝一坨，我刚才加这坨全是胶质，好软糯啊！加一块偏肉的试一下，这个偏肉多一点，口感很软糯，然后入口咸鲜微甜，
这个肉吃起来很新鲜，瘦肉的口感刚好，相对瘦的跟带点筋的，我更喜欢吃带点筋的，因为口感很软糯。尝一个腐竹，广东人做腐竹是很有一绝的。这个腐竹没有过油，直接发的水发出来的。这道菜不错，它是带汁的，腐竹呢在下面垫底，味道很柔和。在调味当中，这道菜很朴素，全靠肉香味来提鲜，材料新鲜，口感好。48一粒的这个牛腩呢，我看看这个有多少量啊？啊，这里新鲜牛肉大概在8两的样子，7、8两。说实在，这道菜挺推荐的，48块钱，量也不小。好，下一道，菠萝炒牛肉啊。38一粒，我猜就是个咸口的。牛肉没有几片，但是每一片都比较大，比较厚。这个一看呢，就像是牛里脊，尝一下味道怎么样？咸香味，牛肉比较嫩，有锅气，带菠萝的果酸，很清甜。这道菜吃一下菠萝，菠萝刚好断生，中心温度也起来了，但是又不会太熟，不错。这菠萝我怀疑是拉过油的，才会这么均匀。这个菠萝牛肉吃起来比较爽口啊。牛肉的话，反正就是咸香味嫩，带了菠萝的清香，不错。它这里缺个打盒的，夹一下，是吧？看着更多。刚开始我觉得这个价格其实不便宜，你看上了菜了之后。反而这个性价比就出来了，一下子就出来了。最主要的还不全是性价比嘛，它这个菜这2个菜做的都比较好。好在哪里呢？第一，材料新鲜；第二，没有过分调味；第三，牛肉香嫩。哦，看这个，说着肥肠就来了。对呀、4只炒大肠，4只炒大肠。阿姨说了，看着这个多有食欲。45，看到没？粤菜的最高境界就是看起来油油的，实际上吃起来不油，就非常成功了。颜色的话就有点像上海的浓油赤酱，这个一看就是新乡肥肠做的啊，只有新乡肥肠包出来才会卷得这么漂亮。你看一下，它这个真好啊，它不是切开的，它不是切的断，它肥肠是从中间破开的，看到没？从中间划了一刀，这个好，这个比较实在。哇，这个肥肠吃到嘴里，首先我说口感吧，非常新鲜，就有点像我们四川我们自贡人做的生爆肥肠一样，滑嫩脆。再就是它的这个柿子酱，我倒觉得没有调的特别好，因为吃到喉咙有一股辣的味道。整体来说，这道菜除了说味道有一点点刺一点之外，别的没有什么问题，特别是这个口感。再来一个看一下，这肥肠新鲜到家了，这个肥肠。几乎没有肥肠的脏气味。哇，这么快的？你们是拍的呗。好，好，我们自己来。还是再说一句，这个肥肠啊，就口味上面有一点点偏差，别的都做得很好啊。这个肥肠带脆的，完全对得起这个价格。排骨辣味煲仔饭68，这一锅我们3个人随便吃了，随便都够了。来看一下，这是排骨，排骨啊，来一个，再来一个辣味。广东的辣味它是甜的，可能有的人他吃不惯。我先替你们尝一下排骨。排骨的话，广东人会选那个就是嫩的紫排啊，排骨嫩不嫩你就看这根骨头小不小，就知道了。哇，这排骨你看脱骨了。排骨很嫩，直接脱骨，肉香味很浓，好吃。这个还是我小时候的那种味道。这个是腊肉，不是腊肠啊。这广东的腊肉腊肠就是不一样，带点甜，颜色很好看。这一看就是用的好肉才做得出来，肥肉透明。再尝一个这个腊肠，它有腊肠有腊肉，这个才是腊肠。很典型的还是那个味道，广东腊肠，咸鲜甜，加一点辣味的味道，口感不错，还是我小时候的味道。尝一口饭，
它这个不是珍珠米，你看没？它这是猫牙米，米选的很好，我估计这个米的话不会低于10块钱一斤，这米的品质特别好。我看下面火候掌握的怎么样？哇，这个锅巴，这锅巴不黑，你看到没有？锅巴好啊，尝一块锅巴。它这个锅巴非常脆，火候掌握的非常好，你看吗？啊，它这个火候掌握的非常好，锅巴没有糊，很香很脆。这没上菜之前，我觉得还价格不便宜，上了菜了之后，我感觉物有所值啊。这个辣味排骨包，也跟那个什么牛腩、跟那个牛肉啊、跟肥肠一样，都是食材很新鲜，没有经过什么特殊的调味，让你吃了有一股明显的食材的香味，让你吃完第1筷子、第2筷子多吃几筷子，你会继续吃，不知不觉中你就把一道菜吃完的那种感觉，就不像一些有的连锁店炒的那些菜，你吃第1口感觉味道很好，后面再吃几口的话，你感觉不是很舒服。但是这个不会有那种感觉，所以广东这边吃饭的环境真的不重要，就像广东人的穿着打扮一样，很低调。他这个菜我觉得跟广东的那个穿搭有点像，菜都做得很好，怪不得忙不过来。你看一下，坐在这里等这么久都要等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好吃的东西值得等，对吧？吃饭吧，辣椒。现在我们吃完饭了，我们先看一下战果啊。首先这个米饭是吃的差不多了，然后这个菠萝牛肉吃完了，剩的最多的就是肥肠，还有这一个牛肉。牛肉的情况是它的量多了，我们是吃不完那么多肉，不是说不好吃。然后肥肠是刚端上来的时候口感很好很脆，但是啊有个但是，温度一下去的时候咬不动啊，这个肥肠跟嚼口香糖一样，完全嚼不动。所以这道菜虽然是特色，一上来的话赶紧要把它干掉，要不然后面冷了之后嚼半天嚼不动。然后就来说一下这个煲仔饭，煲仔饭也是一样的，煲仔饭上来了之后把它拌匀了之后，首先把锅巴分来吃了。一旦这个煲仔饭锅巴冷了之后，同样是嚼不动。其中这个菠萝炒牛肉比较清爽，开胃下饭，我们是把它吃完了的，除了点洋葱跟辣椒没吃。第二个，它上菜慢，我有个建议，就是它不是一块板嘛，板子上你就写15个菜，你就背那15个菜，你可以1个星期换一次，隔1天换一次都可以。来了之后呢，你可以提前备餐，对吧？这样子可以省掉很多时间。如果老板能够接受这个建议的话，他这个上菜的速度至少能够提升1半以上。还有就是呢，吃这种小店吃的就是一个调味和食材，不是环境，也不是说速度。好了，我们吃完了去买单，看一下多少钱。你们生意挺好的，老板娘。还可以呗，一般般咯。哦，你们是一家人做的是吧？对。多少钱205块。205块啊。好。那这个是我儿子。哦，可以，菜做的不错。还可以吧？可以合个照吗？你锅里面火还没关？没事，等一下。好。可以合个照吗？好，可以。来，好，先不耽误你锅里面火还没关。可以，我炒完我再出来可以聊一下。啊，可以，你先忙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慢走啊，老板。谢谢。今天老板是粉丝，顾客又是粉丝，然后都是后面才认出来，一开始没有认出来。我们总共消费205，人均消费大概60多块钱啊。然后材料很新鲜，如果你正好在周边呢，要过来尝一下味道啊，推荐你5公里左右。然后这里面煲仔饭推荐，最好是搞个电话提前预定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，拜拜。